肥胖造成的疾病太多了。第一个心脏病，第二个糖尿病、代谢症候群、三高的问题。像30-40岁，因为肥胖得到第2型的糖尿病或是高血压。你看现在都活到80-90岁，你想要吃50年的药，不可能嘛。我们也常听到有些男生会呼吸中止，除了打呼之外，更惨是睡觉睡到一半忘记呼吸，这就是致命的。甚至之前我有个朋友，他19岁就突然心肌梗塞死掉了，这些都是因为肥胖引起的。体重降低10公斤、20公斤，心脏的死亡率跟你的代谢会改善，甚至有人糖尿病、高血压就不见了。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钱子。观众朋友，你有听过吗？有人说小时候胖不是胖。可是这句话是真的吗？现代的人哦，这个代谢健康这个部分可能要多多的注意，不只是体重管理，可能还牵涉到你有很多的疾病。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安医院国际医疗以及健检中心的执行长康荣成，康主任好。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康荣成医师。康医师有这个抬头啊，包括这个很长健检中心跟国际医疗，是这个跟我们所谓的代谢健康有什么关联？我们健康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健诊，不要说有疾病，我们叫预防医学啦。因为我以前也是做一个减重手术的医师，然后我们从所谓肥胖来讲，因为肥胖造成的疾病太多了。第一个心脏病，你的心脏里面都是油，你心脏跳不起来，所以你要比别人更用力，油太多又容易堵住。第二个糖尿病、代谢症候群、三高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现在国人几乎都有。连我本身自己都是胆固醇过高，对啊。你看起来很瘦。对，所以大家都觉得你怎么可能胆固醇跟我一样高？对啊，所以这是代谢的问题啦，可能就是喝酒的关系啦，还不一定是。所以从源头管理就是代谢健康，对，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说体重管理是很重要，但是体重管理就很奇怪，你斤斤计较，你要胖2公斤很快，减1公斤要撑着3个月。所以我每次在门诊，病人都跟我们这边抱怨，他们想要速成，我想这没有什么速成，就是一个养成习惯了。对，胖可能就是你这个吃太多，可是也有人告诉我说，我每天只喝水，我只吸空气，我也会胖，真的有这种人吗？基因吗？还是怎么回事？我想应该是不会。我每次看到那个胖胖的，他就说我胃不好。我说你可以吃那么多，胃还不好。你这样讲很打击他哎。然后我说你应该不是胃不好，你应该是觉得吃的不够啦。对呀，他可能吃的不够，就觉得胃好像每天走啊。那个 sensor 有问题。对，或者吃太多。我想刚才主持人讲说你喝水就会胖，那个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开刀病人最清楚啊。你开完刀5天没有吃东西，马上瘦了2-3公斤出来。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些减重病人？是有些像30-40岁，因为肥胖得到第2型的糖尿病或是高血压。你看现在都活到80-90岁，你想要吃50年的药，不可能嘛。对啊，我最近有个朋友更好笑，他在某个那个购物台，他说老板叫他来开刀，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开会，老板怎么听到有人在打呼？他说没有，他是在呼吸而已，就听起来。呼起来好像那种打呼的声音，老板觉得听得很不爽，叫他来开刀减重。加上我们也常听到有些男生会呼吸中止，有没有？对。除了打呼之外，更惨是睡觉睡到一半忘记呼吸，这就是致命的。甚至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40几岁的大厨师，19岁就突然心肌梗塞死掉了，这些都是因为肥胖引起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针对肥胖来讲，降低你的肥胖体重降低10公斤、20公斤，心脏的死亡率跟你的代谢会改善，甚至有人糖尿病、高血压就不见了。对。所以为了健康减重，当然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少吃多动，可是他真的做不到。对。你们会用什么手段来做？因为我们第一个你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自己要运动。我想很多运动是习惯的。我常常很多病人开完刀，他跟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游泳？我说你这么爱游泳？他说每天都游泳，就要变成一个习惯。他不游很怪，什么时候可以爬山？我想就要养成一个习惯，脑袋会告诉你要做一件事。吃东西一样啊，你每次都吃汉堡不吃蔬菜，当然是变一个习惯了。所以你要养成习惯，说我吃完烧烤或者怎样，我一定要吃一根香蕉啊，吃一些橘子啊、水果，或是多喝水都可以。那你看外国人吃饭是怎么吃？他们先喝汤，对，所以先把胃填饱一点点，然后再吃一点沙拉，又填饱一点点，所以他们那个肉不用太大块。那我发现我们这边不一样，我们是先上肉，每次肉先吃完了，再吃沙拉，沙拉就剩下很多，所以会不一样。而且你看我们喜欢吃烧烤，台湾人盐酥鸡呀，对，中国人很喜欢吃那个皮又香又脆。卤汁很好吃，在国外不是，他们是涂了那个卤汁之后，他们在吃会把卤汁剔掉，或者把鱼皮剔掉，吃那个鱼肉。所以我们刚好都跟人家相反，所以你改变你的饮食，可能用蒸的或煮的都可以。
还有不要吃外食太多，因为外食太多那个盐啊、油啊，而且加上现在的油不是很对，很多致癌或是让你增加体重的东西，甚至不饱和脂肪酸，那都是代谢不了的东西啊。对啊。所以医师也是耳提面命哦，就是养成定时规律对运动的习惯，还有吃东西一定非常非常重要，要讲3次，对非常非常重要。对，要去筛选这些健康的食物。像我有个病人，他不想吃药，不想开刀。然后我在3总的时候，病房在9楼，我都故意说你到9来找我，而且要走上来。他说哦，要医生，我110公斤呢。他说你才70公斤，我等于扛了40公斤走上去找你。我说你就是要这样子上来，要你不开刀又不吃药，对。所以我每次门诊都叫他走上来，你看他走了3个月，瘦了7公斤。哇，光是这样走楼梯。对，而且它变成一个习惯。以前我们的电梯人太多，你还说就等，对我们甚至有人你看坐到2楼都要坐电梯。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他养成一个习惯，他看见楼梯他就自己走。对，他说他家住5楼，虽然有电梯，他还是用走的。他老婆觉得很怪。对，那你买电梯干嘛？对，所以他变成一个习惯。我想这个脑袋会让你养成这个习惯。对你好像不走又怪怪的。对，养成这个规律的运动。对。那如果说已经穷尽一切的方法了，就是没有办法减下来哦，那应该怎么办？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一些手术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可是是不是有一些条件，譬如说年纪啊，还有你的 BMI 多少才能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吧？对，我们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叫 BMI， 像连我都有点过重，我是70.5公斤了，身高170，对我大概24，快25。所以我还是算过重，亚洲人比较严格。那一般我会讲，超过35以上，你又有糖尿病、高血压，现在健保是有给付可以开刀。40以上就是所谓的致命性的肥胖，就说你可能在煮菜煮一煮，或是跟你在聊天，就是突然倒下去。对，你超过40以上，你自己要想。所以我现在都有职业病，我每次看到稍微有福气的，我不会跟他说你太胖，我说其实你身材雕塑一下会更漂亮，其实脸型很漂亮。那病人说我要怎么做？像我们医院先叫营养师帮他处理。甚至可以先吃口服药、打针，那个瘦针没有效，我们医院有运动中心，你去运动中心都没效，我们有个减肥班，再没效才建议手术。那手术也很简单，就是让你胃缩小而已。你今天胃可以吃到500、700，像你看那个大胃王，它是硬撑，可以撑到2100cc，等于我们胃的3倍。但他们有个缺点，他们没有办法消化，所以比赛我们会去催吐。所以不是有个新闻，日本有一个催吐就呛到死掉，甚至吐血。所以我们不鼓励病人这样做了。所以你的胃缩小的话，有胃袖状，直接把你胃缩小到200cc，甚至绕道手术剩下50cc，那病人当然会不爽啊。他说那医疗我怎么跟人家社交？我不能吃牛排，你还是可以吃，吃不了那么多。而且会让你吃东西呢，胃泌素会被切断，反正受体素会告诉你说我不要再吃东西了，吃一点点就饱了。对，你以前看见那个蛋糕哇非吃不可，后来你看到发现蛋糕还好嘛，不要吃也可以。对，反而会改变你的食欲。那接受这个手术的风险是什么？风险当然就手术的风险啊，出血啊，愈合不良啊，其实这个都不到5% 啊。现在的手术器械大家都很进步，而且用内视镜手术，大概1个小时就完成，而且只要打3、4个洞，大概2公分就可以完成这个手术。现在手术都是在腹腔内进行，但是有些部分还是要自费，所以可能要跟你的保险公司或你的医生讨论这样子。刚刚医师提到了说他的 BMI 24，国际标准。他说我过重，那一般说23以下才是正常。就像你们身材看起来都很正常，我这种还稍微过重，所以我可能要再减2公斤，69或68才刚好合标准。我们亚洲人又比欧洲人要严格一点，因为亚洲的体格本来就比较小，骨骼小，所以美国人他们可能到25以上才叫过重，我们可能23就是过重。那男生女生有差别吗？也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多。另外就量你的腰围，我们肥胖很特别我们有人是中广型，有人是落里大屁股的。后来发现苹果型的腰比较中广的比较容易得到心脏病跟癌症反而那种大屁股呢得到代谢症候群的疾病比较少。以前不是笑说大屁股较好生，反而那个是老人家是对的，那种得癌症的机会比较少，反而是腰围，所以要控制你的腰围，这样子。控制腰围，还有非常要注意自己的 BMI 的这个数字。对，刚刚医师有提到 BMI 超过30，在健保上就可以给付这个所谓的减重手术。大概35才可以，30刚好在 borderline， 你要医生证明你曾经半年前努力减肥。吃的药都下不来，或是你有很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这个大概健保就可以帮你给付。对，我会建议，其实我看那个年轻的40几岁、50几岁，我会鼓励他，因为我不希望说你那40、50岁得了心脏病、糖尿病，你也不吃药，不吃药更严重，等到60岁真的救不回来。
对。好，那刚刚医师有特别提到，其实是循序渐进的包括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卫教营养师，对，营养师会调一些你的饮食啊，还有生活习惯啊。可是有一些人就是这样，都知道，可是就是减不下来，就是会卡关。那到底卡关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就是意志力，没有意志力，就是意志力。对，意志力。就像我今天，其实我们每个都可以跑完3000公尺，但是有时候跑到2000，你也干嘛啊？算了，脚很酸，对，用走的就好了。我就每次在笑说，我之前在路跑5000公尺的时候，快到了，我剩下200公尺，想说，这段路用走的，反正都快到。就后面有个小女生跟我说，大哥跑起来哦，害我不好意思，面子挂不住。他看我快停下来，就我还是成功了。所以每次都变成说，你一定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养成吃蔬菜水果的习惯。不管怎么样，就像我今天大鱼大肉之后，我第2天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吃一些蔬菜或是沙拉，或少吃。对对，或是早餐就少吃一点。多喝水。我想喝水很有用啊，你一起床就喝500-600 cc 的水，你肚子就差不多了，你就不会想吃太多东西，吃一点面包，就觉得饱啦，这样就够了。反正你肚子饿的时候就喝水就好了。刚才还有提到说药物也可以控制。对对，我们现在有减肥药口服的，但是那些是要自费，大概半年内可以减6到10公斤，可是缺点是之后就没效。而且你会觉得有点厌世啦。我们每次说心情不好吗？对，会心情不好，觉得会有点恶心，这个不能吃，那不吃，心情会不好。就像你今天看见美食不能吃，你会心情不好，一定不好。所以医生提到的减肥药物还有瘦瘦针，它的成分是一样的吗？对对对，一样的。它其实是治疗糖尿病，让你不要吃太多，然后控制胰岛素问题。但是后来发现，对减肥很有帮助。所以意外发现就变股市大涨。对，所以有一阵子还抢光了，尤其被贵妇买光了，一次买10几支。但是打1年2年后就没效了。就会没效。对对，所以我想你等控制下来，少了10公斤的时候，这时候刚好你可以运动啊。像我有个朋友在大老板，他120几公斤，一共你给我照，我膝盖根本动不了。我说那你减了20公斤总可以走了吧？对啊，他光打针就瘦快20公斤。那我说你现在应该可以走，你看他还是懒啊，对啊，还是每天看海。所以不打瘦瘦针之后又回来，对对对。所以你要胖恢复得很快，要瘦真的很难。对，而且加上我想是体质啊。有些人你看怎么吃就不会胖，有些人就像你讲的，他说吸空气，其实他一定不只吸空气，也吸很多东西，吸很多其他的东西，不只是空气，很多营养。好，就是刚才医师讲到这瘦瘦针跟减肥药，不瞒医师说，我自己也有去这个尝试哦。对。那第一个它非常的昂贵，对，我不晓得价格降下来没，应该还没有降下来，我降一点点，降一点点。对，然后还有这个刚才医师讲的，的确我也可以证明，你会觉得心情不好，会恶心反胃想吐，每个人症状不一样。所以医师，您会建议大家去做这件事吗？还是说尝试了一段时间，体重降下来之后就不要做？到底应该要怎么样使用这个药物？我会建议说，你尝试了2-3个月之后，就开始你反正体重已经下降了，那开始这一段时间你会养成我刚才讲，养成吃蔬菜水果习惯，或者改变你的饮食前后顺序啊。像我们有时候先把饭吃掉，那刚好相反。对啊，饭是那个淀粉嘛，因为以前没有肉吃啊，只好吃饭啊。现在有肉吃，所以你要改变比较优质的蛋白质，像蛋类啊，还有一些海鲜、鱼啊，那些多吃一点啊。肉类就排在后面，然后再加上就是米饭。像我都比较喜欢先吃生菜沙拉、蔬菜，再吃一些鱼，然后再吃肉这样子。如果这不行，就是喝水让它膨胀。我们以前开玩笑说，念国防医学的时候，我们的女朋友要请她吃饭，没有钱啊，先请她吃这个可乐跟银丝卷。好，先把她喂饱了再说。你要吃什么？她说，我很饱嘞。好，那我们回家吧。可是这个是不健康的吧？对，不健康。可乐跟银丝卷，因为以前没钱啊，都吃这个，对啊。所以多喝水啦。对，一定要喝水。对。那减肥可以喝可乐吗？可乐因为它是糖分很高啦，所以还是不建议啦。因为刚刚医师提到这个，为什么我会问可乐哦？就是因为像我其实很喜欢喝手摇饮或是可乐，那我当然知道这个东西对减肥是不好的。可是如果你一直没有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人生变得好灰色哦，变得好没有意义哦。所以我想请教医师，减重有时候会有压力跟忧郁，这关联性是什么？一定有啊。我们运动为什么会比较快乐？因为这个脑袋放出脑分，就像你吃巧克力为什么比较快乐？它让脑分增加，所以这个是正常反应啊。就像我今天大吃大喝，心情特好，可饿肚子心情就不好，这个因为脑袋分泌的关系。那我刚才讲，因为有些糖分是可以，但是你要加
对的糖，就是你蜂蜜那是果糖，那比较好。像你那个外面的糖是代糖，所以那个是会致癌，而且代谢不了，会堆积在身上变成油脂的，它会转换成脂肪，它没有办法转换成你的能量。我们一般是希望我们的糖变成肝糖之后到肝脏变成你肝脏需要的能量，就不是它变成在你皮下脂肪，有没有？人不胖，可是肚子很大，对，所以我们常开刀看到阿婆，瘦瘦的肚皮这么大，对啊，而内脏脂肪更厚，所以我们常开刀说，每次笑阿婆说，你可能要上，你油拿他嘴，每次都照相给他看，这时候堆积的脂肪是错误的，就是你吃错食物，你的热量来源也是错的。所以有这种体重正常可是体脂过高的案例很多吗？很多很多，所以你要去验一下体脂肪身体组合。所以我们正常组合当然是肌肉多比较好啊，脂肪要少一点。但是女生也不能脂肪太少，因为女生是油做的，是水水的，因为脂肪会放出荷尔蒙。所以女生才会北泡泡又咪咪男生不需要，所以男生干瘦瘦，所以部分的脂肪还是需要啦。但是我想最终还是运动。还有配合你的饮食，这样才可以。你要吃油脂，其实正常可以吃啊，但是你太油腻就不要过量嘛。对，就像我也会吃烧烤，也会吃猪脚，但是吃1-2口就可以了。那你再配合其他，我想你饱食感足够就好了。你要养成那个有饱就好了，不要一直吃啊。对。所以其实人生其实很困难对，很困难。然后你还要减肥，然后偶尔犒赏自己一下下，对，烧烤 maybe 1个礼拜或1个月，对，犒赏自己一点点是可以的，可以。医师的意思是这样，没问题，或者只是喝一杯可乐，应该也是可以的。对。那我最后想请教医师因为减肥的资讯实在是满天都是，如果他只有3分钟，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快速建议？我想第一个就维持运动啦，第二个就是一样蔬菜五蔬果一样正常吃。你如果真的是非要去减重，我想可以咨询你的营养师跟运动中心。我想现在很多运动教练都很有概念，他除了让你训练肌肉之外，他把你的脂肪变成肌肉，至少好看一点啊。我虽然胖，但是我看起来就是有线条，那种胖就不是胖，就是很健康的胖，那才是最重要的。好，所以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要健康的这个生活嘛，对，其实我一直强调运动真的很重要，保持运动。对，那医师，你可以以你自己为例吗？你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生活是怎么样？像我就早上我就喝个咖啡，阿华田，然后可能吃一块小面包，我就不吃了，加一点料而已，因为我的咖啡都喝很浓。所以我喝一点点，我喝了20-30年。但是我最重要的是午餐，我很少吃啊，我很少吃午餐，我都吃晚餐。OK，午餐我刚才讲，我就是喝咖啡啊，或是喝水，所以我很喜欢喝水。像我有时候去打高尔夫球，我们整个下午都没有吃东西，你看还要打完18洞，我可以喝2-3千 CC 的水。对啊，那有时候我们院长说，哎呦，你都没要，我要带你打球，要到要死。对啊，我发现喝水就好了。反正你那个习惯养成之后，你看我们20-30年也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有人说，你胃会有问题胃溃疡，我也去做胃镜也还好，还没有溃疡。所以医师你一天只吃2餐，对。这是医师的养生之道，他很早起，所以早上一定要吃一点东西。对。咖啡跟而且要开刀开到下午。对，以前是因为我们开刀都开到2-3点，那你买那便当都跟那个都干掉了，对啊，那个肉你看了就想把它丢掉，所以干脆就不要吃，对啊。后来养成习惯，到最后都不吃了。所以如果你养成这习惯，我想是可以的。所以现在也有人提倡说，不一定要吃3餐嘛。对啊，所以什么才有168什么的，我想这个跟你的每个生活调食有关系。如果真的饿，就吃一点东西，或是喝杯水啊，喝个饮料都可以啊，果汁。所以可能不要吃3餐，吃2餐，看你自己的生活形态。对。然后多运动，多喝水。多喝水，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代谢健康管理，对。我想运动代谢，我想这个都是有帮忙的啦。对。非常谢谢康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下个礼拜5请准时收看《健康大前线》。好，谢谢，拜拜。